用美国对付前苏联的办法对付美国，普京抓住了中国创造的机会。自中国成功促使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，让中东的地缘政治迎来了实质上的重新洗牌，而作为全球能源供应的核心供应商，中东地区完全脱离美国阵营，也让深陷俄乌冲突的普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。而在日前有消息显示，普京就抓住了中国创造的机会。据俄新社消息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对外透露，未来的几个月里，俄罗斯将进一步削减石油产量，削减值在每日50万桶。这次削减是否会造成全球油价的进一步上涨，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而与此同时，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注意到，除了石油产量的削减，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政治上也抓住了中国创造的机会，进一步推动中东的全面洗牌。据叙利亚高级情报官员阿里马姆鲁克的说法，在俄罗斯的斡旋下，沙特正在与叙利亚进行谈判，讨论关于在战后重新设立大使馆相关事宜。尽管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些努力实质上多少有点抢地盘的意思。不过鉴于当前叙利亚的国内形势来说，美军在该地区实质上控制了90%的石油资源，俄罗斯在此插手，对于将美国赶出中东这一战略目标，至少到目前来说对中国是有益的。而对美国来说，俄罗斯的行为就非常具有威胁性了。这倒不是在军事角度上的威胁，而是经济方面的威胁。如果长期关注美国新闻的话，不难发现，从去年10月份开始，美国一直在和欧佩克组织联系，但多次都吃了闭门羹。一方面是因为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问题，欧佩克试图减产获取更多的利益，但却导致本就处于通货膨胀高压的美国经济陷入进一步的动荡。另一方面来说呢，全球油价的高涨又为处于制裁中的俄罗斯创造了更多的收益，让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经济打压计划破产。而现在俄罗斯主动减产，并且增强在中东的影响力，尤其是插手本来就是产油大国的叙利亚，这很可能让俄罗斯在全球能源供应方面掌握更多的话语权。对华盛顿来说，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情况。本就因为加息的影响，导致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前奏。当前美国超过200家银行处于随时暴雷的危险。现在石油减产很可能让好不容易压制住的通货膨胀再一次走高。届时美联储将如何处理这场随时导致连锁反应的通货膨胀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加息可能要爆雷，不加息也要爆雷。普京的这一招很可能成为压垮美国经济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有意思的是，早在40年前，美国联合中东国家制造的一场石油增产，成功击溃了苏联的经济稳定。而40年后呢，俄罗斯也尝试用石油减产的方式来绞杀美国，结果如何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